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现在就算所有人都怀疑秦明，也不能解除我心里的疑点。秦明是真的遇到对手。我在洛耀家找到一片带血的叶子，需要马上送检。血液样本 DNA 和秦明的 DNA 对比结果完全一致。怎么会呢？犯罪嫌疑人确定了，立刻对监视居住的秦明实施抓捕。认罪吧，认罪对你有好处。凶手在你们心里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，现在这颗种子已经发芽了。所以我怀疑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大斗，这是凶手精心伪装过的现场。我在想，罗耀案除了本身的难度以外，确实还有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疑点。首先，凶手对老秦一定非常了解，知道罗耀就是杀死秦明父亲的凶手，也知道以秦明的性格，一定会亲自去找罗耀。根据作案手段来看，凶手非常清楚，他所设计的假象会把所有的证据都引向秦明，而且我们还找不到任何推翻证据的方法。但是秦明平时接触的人真的很少，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。那到底是谁能够跟老秦有这么大的矛盾呢？然后再费尽周章的来陷害老秦。罗耀案，看来跟老秦之前侦办过的案子有关系。而且这个凶手还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来支持他完成这样的计划。我查过秦明的社会关系，他的通讯录里联系最多的就是你和我。你说，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得从老秦侦办过的每一起案件查起。2010年立案，2012年结。老秦参与的案件怎么会花了这么久才结案？
果嫌疑人现在站在你面前，你还能辨认出来吗？他蒙住了脸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用害怕，他已经被我们抓住了。这小子呀，是本市的一个惯犯，我们从他家的沙发里还搜出了赃物，估计是没来及销赃。不管你能不能指认他，一会儿 DNA 的检验结果一出来，那就是铁证如山，他再想抵赖也没用。团队，结果出来了。啊，比对结果不符合。不可能！是不是你什么地方搞错了？再复检一次吧。比方说采集的时候没问题吗？采集过程没有任何问题，现场的 DNA 是在车前窗的玻璃碎渣里提取的。凶手为了开门，把玻璃打碎了，划伤了前臂。可这小子有2次前科呀！我们从他家连赃物都搜出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DNA 比对报告的结果还是不支持。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但是凭我多年办案的经验，还有各种证据告诉我，嫌疑人就是他。小齐啊，哎，你看看这个。怎么样？我说我的判断是对的吧？我们跟踪调查了整整3个月，这小子终于露了马脚。好在我们发现及时啊，这受害人才有惊无险。那为什么之前 DNA 比对结果会是不一致的呢？长个教训吧，年轻人。也就是说，犯罪嫌疑人因为进行了骨髓移植，而改变了自己的 DNA， 导致了老秦的判断出现了失误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在现场发现的老秦的 DNA， 会不会也不是他的呢？林涛，我有新发现，你赶紧来一下实验室。有什么发现？我浏览了秦明所有侦办过的案件，虽然没有找到陷害秦明的人，但是我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启发。这个凶手是一个白血病患者，在案发之后，他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手术，所以他的 DNA 就发生了变化，变得和捐献者一致。你还记不记得秦明也捐献过造血干细胞？所以我现在怀疑遗留在现场的血迹很有可能不是秦明的，有可能是有人移植了秦明的造血干细胞之后，获得了和秦明一致的 DNA， 然后又故意的把血迹留在了现场。有证据吗？还没有，现在只是一种猜测。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你说这会不会太巧了？这种血型的匹配成功几率本来就低，凶手为了害秦明这么不惜代价，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这确实也是我们想不通的地方。这可是最后一家能做骨髓移植手术的医院了，如果再找不到证据，事在人为。
在这里。张超，凶手果然还是留下了线索。可是主治医生这一栏却是空缺的。一个计划周密的凶手，如果忽略掉这一点，那才奇怪。走吧。可是我回忆了秦明侦办过的所有案件，里面都没有张超这个人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我怀疑可能还有同伙。好。谭局来了。来，我向大家宣布2件事啊。第一件，林涛，是，你马上组织警力，对犯罪嫌疑人张超实施抓捕。好。第二，李大宝，到。感谢你对这起案件做出的贡献。作为一名法医，这是我应尽的职责。休假期间，你擅自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，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，你懂吗？我知道。知道后果吗？停职。纪律就是纪律啊！我宣布，李大宝同志因在休假期间违反规定，停职察看，即日生效。龙山市公安局。希望大家引以为戒。啊，我们要开会了。是。李队长，你看，快！跟他追！是。
么你？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还挺能跑的你。给我靠着！再走，老实点，别动！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但我觉得这次还是要谢谢你们。每次都是你把别人送进去，这次是你自己进去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你看你这人，一上来就把天儿给聊崩了。一会儿回局里，我想见一下这个张超，毕竟所有的救齿案都跟他有关。好，那你们去吧，我就先回家了。你是这个案子主法医，你怎么能去呢？对了，大宝因为违反局里的规定，被暂时停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休假期间，私自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。没事儿，我正好回家休息休息了。你又不知道，我平时跟你一起干活那么辛苦，我正好回去我也得好好享受享受生活，没准儿相亲就成功了呢。祝福我吧。行，那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和老秦先回趟局里。嗯。你以为你不说，我们就拿你们没办法了是吗？既然你们都已经查到我了，就应该明白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让秦明跟我谈。你同伙是谁？哪有什么同伙？罗耀是我杀的，是我。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早晚会查出来。这跟你承不承认没什么关系。你的个人经历告诉我，你的专业知识根本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作案。你跟我毫无关系。跟罗耀之间更没有关系。如果没有同伙的话，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？这个同伙不光教唆你杀人，他连怎么杀人都教给你了吧？否则以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，你根本做不到一刀毙命。如果真的有同伙，那也是你。秦明，你别忘了。咱们两个人身上可流的是同样的血。
些感到恶心。你以为你很厉害，你只不过是个傀儡。喂，晚上一起吃饭，不是重获自由都应该吃个饭什么的吗？我好困啊，我想睡觉。你要不然叫林涛一块吃吧，他的贡献本来也比我大。餐厅我都订好了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得洗个澡，我都臭了。好，老地方见。好，拜拜。1、2、3，走。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，秦明同志的嫌疑被彻底排除了。虽然我们已经抓到了嫌疑人张超，但是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，还有同案的其他嫌疑人在逃。所以呢，下一步我们先从跟张超有密切接触的人入手，逐一的排查，好吧？好。今天呢，大家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林涛啊，这案子进展得很快啊！啊，你辛苦了，回去吃个饭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来干活。好嘞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了，你要是见到秦明呢，就让他明天来找我一趟吧，我要亲自向他道歉。是。大宝怎么这么慢？女儿嘛，就是麻烦，不像我们男的洗把脸就能出门。要不我们先点菜吧？等他来了再点吧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一会儿大宝来了，你不要怪他迟到。他最近为了你的案子，基本就没有睡觉。我猜啊，他现在应该就是累得睡着了。我在你们眼里有这么不讲理吗？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不是。好啊。我在你们眼里到底是哪一点觉得奇怪？你每天都穿西装？我自己做的，很正常。你跟死人交流比跟活人交流顺畅。我是法医啊。你不愿意接触嫌疑人的家属。
那我这个性格是不是很容易得罪人？得罪人？以你现在的破案速度，大大小小起码得罪了上百号人吧。先生您好，可以点餐了吗？你们店里那个漂亮的老板娘呢？她今天有事出去了。哦，来吧。啊，我先点了啊。大宝。喂。秦警官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从监狱里出来了。不要挂电话，也不要惊动任何人。大宝在我手上。照着你的眼帘，空气中弥漫着危险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绿是枯竭，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有需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唇齿的成了死结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横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，归手起无还佛心。停车！你出来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你针对的是我。咱们来做个选择题怎么样？在帮助过你的女人，还有成为罪犯之间选择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看着水箱里的女人去死。